刚刚听您这样系统的梳理下来之后呢，我就越发的感觉到，其实健康它是一门需要整体智慧的一个学问哈。营养和运动是缺一不可的，它们是提供了物质基础和功能维护。但是呢，其实还有一个层面啊，就是它不像是吃进去食物或者是完整的这个动作那样具体，但其实又实实在在的在影响着我们身体的这种感受啊、恢复的能力啊，甚至我们疾病发展的过程。那这个同样关键却常常被我们忽视的维度啊，您觉得是什么？其实主持人您的这个感知非常的敏锐。您点到了一个现代管理理念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那块就是确实是需要被重视的，但是又是在我们日常中最容易被忽略的这么一个基石。这个维度啊，就是我们提到的这个心神状态和我们的这个睡眠质量。我们可以把它们共同看作一个身体内在的修复指挥官和我们说叫环境调节器。如果我们说营养和运动是从物质和能量层面上进行的供给和构建，那么心神和睡眠就是从我们这个信息和节律这个层面，在更高的维度上统筹我们整个生命系统的这么一个运行。它可以修复抗压能力。那么它们并不像我们说 CT 啊，或者说磁共振图像上面一个结构那么具体的可见，但其实是什么？就是说它决定图像清晰度、对比度的那个我们叫底层参数。它相当的重要，从根本上影响我们健康的一个成像质量。所以这些心理的还有睡眠层面的因素，它真的能够具体的影响到，比如说我们的 CT 呀、核磁啊等等这些反映身体结构的这种影像上吗？对，其实还真的是这样的，就是他们可以通过两重途径来施加我们对于身体的一个深远的一个影响。两重途径，您帮我们具体介绍一下。第一种和第二种分别是什么？比如说第一种啊，咱们说调节疼痛感知的这个，我们叫做中枢敏化，这个词稍微有一点点专业啊。对。那么我们就是说，中枢敏化是指什么？我们大脑中处理疼痛信号和释放压力的那个结构。我们举例子，比如说焦虑、恐惧，它是从哪个脑区来释放的呢？是从我们的岛叶和前扣带回杏仁核这三个结构来释放的，它们紧密相邻，而且相互的影响。比如说我们长期处于焦虑或者说低落、睡眠剥夺这个状态的时候，那么负责情绪的脑区就会过度的激活，它一激活，这种神经噪声就会溢出，然后降低我们这种疼痛的阈值。那么简单的说啊，就是说它就使我们处理脑区的这个敏感性极大的增加了。在生理上我们怎么解释呢？就比如说在影像上蜕变程度相似的两个人，那么我们这两个人对于疼痛的主观感受可能不太一样。处于情绪困扰中的人啊，可能就是说正常的关节活动造成我们一些肌肉的疲劳啊，都会理解为说，哎呦，我是不是病加重了？我怎么突然间变得这么严重，这么疼痛？它放大了这个信号。对，所以这是对于主观感受上的一种影响哈。那还有一些这个，比如说更加客观的一些层面，像情绪和睡眠它的长期的问题，有没有可能是真的会改变我们体内的生理的环境啊，甚至说促进那些在影像上啊，您每天看到的那些片子上可见的那些病变？对，其实第二点啊，就是我们影响全身的炎症微环境。那么这种炎症微环境啊，与组织修复进程是密切相关的，而且它产生比较深远的一个影响。比如我们说长期的慢性压力会导致我们的压力激素这个皮质醇分泌的节律就变得紊乱。那么皮质醇它的本质就是抗炎激素，但长期紊乱就会使它的效果显著下降，并且呢，促使我们的免疫系统啊释放更多的促炎性的细胞因子，比如说，这块就比较专业了，比如说叫白介素6啊，比如说我们说炎性因子的阿尔法呀，那么它们就会让我们的身体处于一种低度慢性的一个炎症的过程中，这种全身性的、持续性的这种轻微的炎症状态，现在啊，就是说也有大量的研究表明，它们与我们的这个动脉粥样硬化的斑块的发展，包括我们这个关节软骨的蜕变，包括我们的胰岛素抵抗，甚至是一些肿瘤的微环境，其实是密切相关的。